习近平的势力似乎开始反击大权旁落的舆论洪流了，也好像不满足官媒的辟谣了，开始放风给外媒。一些老牌国际主流媒体当起鼓吹手，告诉人们习近平权力还在，人们不要想多了。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英国《经济学人》在7月21号的一篇文章中说，习近平的权力没受到什么实质性的挑战，他还想终生握紧权力当太上皇呢。英国 BBC 围绕党中央决议意识协调机构工作条例引述专家观点，说明这是重大决策权集中到更高层级的设计。习近平在为继续留任做准备，甚至有海外网络作家说，习近平这是扮猪吃老虎，是一种欲擒故纵、表面示弱的策略。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真。英国经济学人7月21号刊文称，下周习近平可能会离开北京，到北戴河与中共高级官员一起度假。英媒说，今年夏天这次闭门会议显得不同寻常，或许会成为习近平如何重整中共高层的一次成绩秀。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至今似乎没有遇到真正对手，依然主导着军队，军权没有受到实质性挑战。不过外人很难看清中共高层政治的实际情况，那永远是一个黑箱。所以中共最高领导人真遇到什么麻烦，最晚察觉的就是旁观的局外人。目前人们似乎听到一些风声，习近平的执政风格好像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习近平曾大量设立各例委员会，试图全面掌控官僚体系。如今习主导的某些委员会不那么频繁开会了，例如习主导的最重要委员会经济改革委员会，在习近平执政最初5年召开了38次，自2022年以来仅召开了6次。自2024年8月后再无公开记录，发布的会议简报也更短，显示出决策数量减少。研究机构隆中精讯的贝克多也指出，由习近平主导的其他委员会也出现类似的弱化趋势，一些委员会干脆交给了自己的信任。最主要的，习近平公开露面的频率降低了。然而英媒不认为这是习近平权威下降的体现，他只是把权力下放了，他开始将一些重要委员会的管理权交给自己的亲信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史殷红认为，习近平信任的人主要是蔡奇、李强和丁薛祥。习近平将权力下放给自己的亲信，却始终不指定接班人，这或许是习近平正为延续权力做准备的迹象。习近平现年72岁，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会在2027年第3个5年任期届满时退位，这似乎是在效仿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做法。他们在晚年时都可以分散权力，让下属相互制衡，防止有人权势过大。他们退居幕后，却成为象征性的思想导师。习近平似乎就在塑造出类似的垂帘听政体制，哪怕他不再出席会议，权力仍牢牢掌握在他手中。英媒 BBC 的报道重点关注了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的党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工作条例。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政治学学者霍利斯内普撰文指出，这一机构的正式名称冠以党中央而非中央委员会，意味着它是党中央的直属机构。罗马智库阿皮亚研究所主任、意大利中国问题专家弗朗西斯科西士表示，上述机构的设立看起来是为了系统化和规范行政程序，使行政管理更有效率。西士博士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面临困境，底层民众失声，中层官员失利，中产阶层无法像过去那样赚钱，甚至损失惨重。年轻人就业困难，普遍陷入躺平和摆烂情绪，总体导致内需低迷，投资不足，债务加剧。这些状况是不是会转化为决策层内部的反对声音，进而威胁到定于一尊的权利呢？西士博士的答案是不会，因为这些官员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换掉大人物，但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行动。或许曾经有人尝试过，但从未成功，而造反者的下场往往更惨。此外，还有一个更普遍的考虑，整个体制是围绕着皇帝领导人运转的。如果把他拉下马，体制还能存在吗？如果不能，那些官员也会和他一起失去一切。因此，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们无论如何都会选择保皇。
中国的中产阶级的处境也是一样，他们的房产价值缩水了一半，储蓄也大幅贬值，但剩下一半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一场革命可能会让他们失去一切。习近平也害怕失去一切权力、地位和身家性命，所以他知道怎么甩锅。现在中国正在掀起一场规模庞大、牵扯各行各业的价格战，从汽车到外卖，从太阳能面板到房地产楼盘，真的是轰轰烈烈。但价格真的会降得下来吗？真正买单的可能还是一旁看热闹的消费者。例如，北京居民李坤看上中国电动车企小鹏的某款车型，他在接到销售人员关于新补贴的电话后，立刻受到吸引。李坤说，厂商竞争越激烈，对买家越有利，你们随便卷吧。可是买车以后，车子价格还在下跌，消费者购物号像参与一场赌博游戏。北京居民于鹏说，作为消费者，你只能默默接受，这种激烈价格战背后的代价却是显而易见的。一些中国消费者承认，为了降低价格，汽车制造商可能在安全和质量上偷工减料，召回和辅助驾车功能评分低的问题时有发生。中共政府更是担心，价格战损害企业和供应商利润的同时，还会影响政府的税收，让整体 GDP 下滑。近几周，中共官方媒体加大对价格战的批评。本月，官方刊物《求是》警告称，这种内卷式竞争可能迫使企业削减必要的生产成本，牺牲质量，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消费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生产者，他们工作的场所正是展开价格战的企业和工厂。这些企业和工厂没挣钱了，他们就会裁员降薪，失业的人会一天多过一天，打工的人挣来的钱越来越少。高盛经济学家 Andrew Tilton 团队7月20号发布的追踪数据显示，今年中国2季度工资同比仅增长 3.9%， 创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他们指出，这个增幅比今年以来官方统计的水平低大约1个百分点。自2003年初中国解除疫情管控以来，工资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习近平赶紧甩锅，说价格战不是他的错，是那些只会拍胸脯、拍脑袋和拍屁股的三拍官员搞出来的事。然而让英媒弄不明白的是，既然习近平有甩锅的本事，也没人敢站出来指证他，更没人敢反对他。习近平到底害怕什么呢？为什么还要一味地抓住权力不放呢？有些人认为，中共可能正试图应对过度集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现在中共官僚体系中懒政现象日益严重，由于担心越权或犯错，许多官员采取了多做多错、不做不错的消极应对策略。而这种现象在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经济挑战时愈发明显。所以目前这轮体制调整就是要明确职责，加强监督，并让中组部获得更多评估官员的工作表现的方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熟悉中共组织部人士说，中组部是总书记掌控党的庞大系统的核心部门，一些制度性的调整方案往往出自组织部。目前出台的政策可能是组织部部门首次针对不作为提出的具体措施。自今年3月以来，中国观察人士中流传着有关习近平总书记健康状况的传言，其严重程度可能尚不足以立即启动接班程序，但也许足以促使中共悄然为未来做出准备。法国汉学家高大伟在其博客上引述这样的传闻，并抛出一个问题：毛泽东所钦点的接班人的故事，常常引发人们对未来接替总书记习近平权力斗争的联想，那一天总会到来。香港媒体南华早报在一篇报道中引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政治分析家表示，此次政治局设立新规，可能是因为当前正处于权力交替的关键时期。美国智库盖特斯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家敦猜测，军队内部的变化显示党内权力斗争日益激烈，而这次政治局出台的新规可能是为了约束习的权力。张家敦说，我认为中共高层正试图削弱习近平的权力，但他们希望以一种不会向外界传递党内激烈内斗信号的方式进行。党内领导人知道，他们必须继续对外显示稳定。张家敦指出，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真相，他也只是猜测。到今天为止，
习近平接班人的人选还是定不下来。习近平难道要终身握着权力不放吗？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